到怦然心动20岁，学姐碎碎念，我是节目编剧小杨。今天和我们一起碎碎念、一起观察的学姐是第1季的学姐妮妮。Hello， 大家好。第2季的学姐夏老师。Hello， 大家好。第3季的学姐张张。Hello， 大家好。还有第4季的学姐猪猪。Hello， 大家好。哇，直接给这鼓掌。应该是第1次这么正式的坐在一起准备观察吧？什么心情？就是一个身份的转变，觉得特别奇妙吧，这个体验。然后现在还没有开始，我感觉已经能感受到在现场的他们的紧张感。你已经在替他们紧张了吗？对，特别紧张。你们可都是参加过的人啊。那怎么说呢？现在就是一句话总结嘛，爱情这种东西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然后终于可以跳出来，然后去看一下自己可能之前也经历过的事情，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看这种故事。蛮好的。张张呢？有点兴奋，但是有点诡异。为什么？就是我感觉有点像开了上帝视角在观察他们，就是体会到当时在我们那一季里面就坐在观察室里面人的那种心情，你好像在玩模拟人生，很像。猪猪呢？很兴奋，然后觉得很神奇，同时还带着一种期待吧。希望今天不要口出狂言，也可以口出一点狂言。准备好听各位学姐们的锐评了。好的。我们也很久都没有见了，是很久了。那是应该要到八卦环节了。这是付费内容，所以是会员版吗？只有 SVIP 可以看。你们学姐们现在的情感状况如何呢？好像有2个人很笃定，有2个人有点逃避啊。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情感状况。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也挺好的呀，挺好的。对呀。猪猪呢？挺好的。学姐们巧妙的避开了这个问题，不能大放厥词吗？这一季呢，我们的主题是冬季研学体验。大家更像是一次社团旅行，而不是毕业旅行，所以来参加的朋友们也不都是毕业生。这是和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一次录制呢，主要的取景地其实是在新疆，有多冷，有2位知道吧？知道，深有体会。而且还偶遇了。你偶遇了谁啊？我们偶遇了你们呀！而且超级好笑，就是工作人员真的非常努力，非常敬业啊。我们5个人在那戳着，然后工作人员就说不准进，不准进，你们是谁？不可以。然后我们说，我找一下我的 PD。他们愣了很久，然后突然间把我们认出来了。今天要先看的呢，其实是我们的先导片。大家做了一次不露脸的签到。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学姐们聚集在这里，是想让我们怦然大家庭来参与和体验我们新一季的故事，同时也为观众们提供一个有经验的第3方的解读视角。先导片之所以不露脸，是想让大家摒除掉颜值这些外在的因素，更聚焦在少年们的个性、表达和人格底色上。那就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开始。期待。2026年怦然的第1次集结。今天是一场摒除掉外貌等因素的签到实验，让我们把初印象聚焦于少年人的个性、表达以及人格的温度。欢迎来到冬日研学社网盒签到日。包大概男生挺高的，我感觉还可以。腿很长哦。对啊。好高啊，感觉是的，感觉很有气质啊，这个感觉1.7米。Hello， 是短发女孩。Hello， 快来坐。哇，好高！每次看到你，都还是会被你惊艳到。这么甜。首先是恭喜你加入本次冬日研学社的旅行，来到我这里呢，就是要进行一个研学社的签到。我就是我们当时也填过的那个表。OK。
白羊座可以啊，白羊座全肯定。你是今天第一个到的人哎。可能我是本地人吧，所以说会早一点。其实我感觉最惹眼的是你的身高，我180，好高。之前有别人问我是不是2米，我可以感受一下你的身高吗？我要俯视你了。天，哇，好高，这么高。那我们对峙一下。真的很高。哇塞，太高了。这对可以磕吗？可以可，确实有点压力。还有点害羞呢，你别说。可以坐，可以坐。我有点驼背，就是因为身高，因为我的身边的朋友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我说话讲话就这么跟他们讲，然后久而久之就有点驼背了。哦，这个会算在你想改变的事情里面吗？可以算，可以算。这个烦恼很小众啊。我允我10厘米。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我有点社恐。所以他是个 I 人吗？哎，那你有什么就是小的不容易被人察觉的一些小特点？其实你是在紧张吗？我想想，撕嘴皮。对，这个比较明显，其实我喜欢这样撕嘴皮。看起来确实很干净呢。你在旅行里面最期待的画面是？就是跟新的朋友们一起看晚霞、看日落，感觉会很浪漫。如果看到那样子的场面和你期待的画面出现，你会觉得想要流泪吗？我会偷偷的。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在公众场所流眼泪的人。那如果被大家发现你眼睛红了，你会觉得打哈欠了？其实我也可以共情，只不过我感觉我更不太善于语言的表达，就是可能我也是说悟到了这个情感的点，但是我不太懂怎么样去表达给他人。哦，你们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长相？我感觉下半张脸有一点像一个明星叫3级采花。哦，有一点日系的，有点日系的感觉，我会有一点。还有气质，应该是那种很飒的长相。我很喜欢这个身高啊，我也很喜欢这个身高。那你们觉得他个性呢？挺好的，白羊座全肯定。哎，我们在场有几个白羊座？没有。你认识我这么熟吗？我出去。没事没事，我错了，华贵，没关系。走路带风。Hello， 小安姐 ，Hello，快坐快坐。好。哎，你今天好帅。是吗？哦，谢谢。戴眼镜。戴眼镜。OK， 是理工男吗？好久没有写了。你的字还蛮好看的。是吗？好的。是剑桥大学的博士生。是的。哇哦，读博士，你的年龄是？我今年25了，我是00年的，00还没有过那个26岁的生日。对，就下半张脸长得有点像黄晓明。黄晓明，下巴很像。那可能会比旅行里的其他伙伴年纪稍大一点。其实我周围有很多03、04年的朋友，然后我觉得我和他们都可以打成一片。真有点，真有点。那我就倚老卖老呗。感觉你看起来好严肃。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没关系的。严肃，那我我最好奇的事情其实是2个 MBTI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双 MBTI 吗？而且还差挺多的。就是一个是老字，一个是老几。怎么说呢？就是我测过2个题库，一个是荣格8维，一个是就是正常的 MBTI。对，然后我 MBTI 测出来是 INTJ， 但是荣格8维测出来就是 ENTP。能详细讲讲就这2个会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吗？我觉得大家后面就知道了。好。你的报名表看起来真的还
蛮优秀的，怎么会觉得希望可以早一点相信自己？哦，就是因为我，比如说我有一天考了98分，然后我的家里人对我要求比较严格，可能更会在意我2分是怎么丢的，而不在意我98分是怎么拿来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就会有一个下意识的习惯是。遇到问题了，我会质疑自己，但是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对自己要求严格了之后，我做出来的作品或者是呈现出来的东西会很好。对，非常典型的东亚家庭的教育。希望这次可以自信，然后不焦虑的和大家一起玩。对，其实你前面一个同学也填了这首歌。哦，是吗？那太巧了。你前面的同学也填了保温杯。哇，好巧！你前面的同学也是 INTJ。他们两个是哥们儿还是姐们儿啊？如果是女生，你会觉得？我觉得很巧啊，就是很有共鸣吧。这个男生多高？完了没看见。185，那可以啊，那很配啊。浩辰，浩辰，我选你。对不起啊，临阵起手。感觉怎么样？这个男生 hot nerd， 他是个博士哎，挺不错的，很厉害，00年的博士，所以他和其他嘉宾的年龄差会比较大一点。哦，但其实男生大一点会好一点，成熟一点，对吧？这是真的吗？也看人吧。这好可爱，你这很可爱呀，元气少女。小杨姐姐好开心呀！你怎么还蹦蹦跳跳的进来了？首先恭喜你加入了冬季研学旅行，给的好足，反应给的好足。我这里呢是冬日研学社的签到处，你可以先填写一下。好。哇，我的字还是很不错的。就这样一边写一边夸自己吗？写完以后就开始欣赏自己的字。他们字都好好看。是的，好漂亮。填好了吗？填好了。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的。你的专业是文化管理专业？因为其实在21年的时候我就看过《怦然心动》的第1季，我当时特别喜欢雅雅师姐，我感觉她又美又温柔还有能量，就整个人就散着光，然后我就也考上了上海大学，就是跟雅雅师姐做了同门的师妹，而且她的班主任就是我的班主任。这么巧？去年的时候《怦然心动》第4季不是说就结束了，我当时还觉得很遗憾，但是又办了第5季，我又正好考上了研究生，正好被选中参加了这个节目，感觉还是跟做梦一样。为什么会转专业啊？因为其实本科毕业我就觉得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做什么，可能我想尝试更多的方面，去尝试我有更多的可能性，就所以转专业了。好积极哦。对，然后我最喜欢的吃的就是香芋味的奶茶，然后这个冬天还没有喝上，感觉有点小可惜小遗憾。体重45千克是如实填写吗？如实填写，之前是46，然后减到了45，就是感觉瘦了很多。好可爱。是体现在了哪里？体现在了脸，更紧致的小脸，这人特别可爱，特别有活力。那你和前面的同学完全不一样哎。前面的同学说他就想早点相信自己，我会夸夸他们。你会夸夸他们？那如果你要夸我的话，要怎么夸？你看看你的实力。就是小杨姐长得很可爱，完全在我的点上，而且浅浅腮红，鼻头腮红画的楚楚可怜，像小鹿一样，妈呀！我看起来像在滥用职权。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哦，小杨姐姐。你已经准备好夸旅行里的伙伴了吗？对。因为我就很喜欢夸自己，我感觉这样子给自己感觉就是更自信一点。
所以我感觉其他人也很需要夸夸。天哪，你的能量场也太好了吧！感觉他是很会给情绪价值。对，好可爱啊！是的，特别想跟他当朋友。感觉她很像台剧里面那种女主，元气女主，对好超可爱非。常可爱啊小太阳型人格。对，哦，真的有一点，就是他真的是那种很有能量的人。这么有活力的。是的，电量满满，太阳能可爱。哇，学姐们可以啊！ I got rubber bands in my hands. I'm pushing 6 in my pants. I spend about half my advance. 我怎么感觉又是一个日系男呢？对， You taste like warm apple pie. You said you single, you lied. I saw you Hello， think that I'm the 你 only 现在紧张吗？有小小的，为什么这么紧张？提高我的思考能力。哎，你讲话有点抖哎。不抖了。不抖了。感觉他是超级大 I 人。看起来很爱。那我们这里的签到表可以如实的填写一下。谢谢。这么紧张吗？我们不是也算蛮熟的了吗？是啊，是。没招了。写好了。感觉他是那种可以自己跟自己玩的人。沉默。小杨姐这没招了。真的两个人面对面沉默了吗？怎么还不问？什么意思？他会开启防御模式。很紧张吗？没有，还好。那你的手势看起来已经是防御姿态了。如果我什么都不问，你会怎么办？傻笑。好好笑。如果明天遇到的女孩也不爱说话怎么办？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你会跟她找话题吗？会。你会跟她说什么？今天天气真好。如果明天是阴天怎么办？天气不太行。真的是这么多人里面最不爱讲话的一个男生。那怎么办啊？他怎么办啊？靠眼神交流是吧？啊，意念吗？而且我跟他已经就成为微信好友3到4个月了，但是他就是会很紧张。但是他是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为什么包里最想展示的东西是你的笔记本？因为这个笔记本是我自己写的东西。哦，是你自己写的？是的，有时候写的一些小诗都会摘抄在里边。哦，写诗。那你来之前有写一些吗？在我手机里。可以念一念。很开心来到这里，我现在正在前往成都的飞机上。收到节目邀请以来，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然而在今天，它好像就要开始实现了。我期待的是什么呢？是美好的爱情，还是可靠的朋友？这是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的。在我迷茫的大3上学期，眼前突然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好像蛮有趣，又有点困难，谁知道呢？但我等不及要看看会发生些什么。哎，他读诗的时候他就不挨了，他不挨了。对，所以非常感谢与你们有关的所有人，在我这样一个不起眼又不会表达的小人身上，发现了一点点微小的闪光，这为我的自信增加了非常大的底气。我现在的心情有一点点忐忑，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兴奋，最后还有一点点平静。我衷心祝愿，也衷心相信，亲爱的你们与我在这趟旅程里都能收获一个美满的结果。有点感动。鼓掌。小杨不会哭了吧？哭了哦，真的有点感动的。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旅行开心。真的感动了。
谢谢，感谢。希望你在旅行里面能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完了，破防了。他又防御，又开始了。你有信心会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吗？信心还是要有的啊。你觉得你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和新同学？可能我们两个都有点睡眼惺忪了。那你觉得见到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今天天气挺好的。好文艺呀，好文青啊！今天天气挺好。他这么 call back 一下是有点浪漫的，刚开始让人觉得有点呆呆的。是的，是的。其实我在他第一次说今天天气挺好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讲了一句就是有的没的应付的话，哎，对。然后没有想到他第二次的时候，我又觉得原来这个人真的是有点浪漫情怀在的。天哪，就是因为。怎么就是因为很少能这么直接的收到就是大家的那种心情。大家应该每个人在确定来参加节目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就收好行李，然后第二天乘坐交通工具抵达了录制点的时候，可能心情都和他差不多。对，但是第一次就很直观的，就是听到有人这样子跟你讲他的那个心情，你还是觉得就是有点感动。他是提了个琴吗？嗨，我双马尾，下午好呀，下午好，下午好。天哪，听到你说话，我就感觉都来精神了。真嘞，真嘞，真嘞。啊，那说是河南话吗？哪里人？我是哪里人？我一会儿告诉你，一会儿再告诉我。哎，你好可爱呀。好吧，别急，别急，别急啊。我真的很渴，真的很渴，喝。不好意思啊，他好开朗，他就一点都不矮，超级 E 的，一说话是那种很爽朗的性格，怪力萝莉好像那种。然后身高172，你是高个子甜妹。Yes， 甜妹吗？好反差呀。我还知道你有个昵称。中原甜妹儿，中原甜妹，他们叫我中原甜妹，其实是因为就像刚刚你看见我的时候，会觉得我比较甜。那为啥叫我中原？其实也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俺是河南人。哎，我们老乡哎，老乡，真嘞，太可爱了吧！怪不得一直真嘞，真嘞，大家都叫我中原甜妹。朋友说我比较高冷，真嘞，真嘞，中原甜妹，中。你们俩还会讲河南话吗？会啊，我会啊，真嘞，中。为啥你会讲？因为语言天赋比较强啊，厉害。为什么你代表理想型的明星是张新成，还有一个林阳版？我很喜欢《你好旧时光》里面的于周周，然后他是坚定选择于周周的那个太阳，所以说我爱屋及乌的会更喜欢他一点。其实看你的包很久了，这是我的乐器，叫做巴松，也叫大管。巴松。我们的乐器是要组合的，我现在把它装起来。好小众的乐器，对，没见过。好大一个，感觉看起来好像我差不多高，真嘞。大概是这个样子。哇哦，我喜欢他的声音哎，好有磁性。会有反差，有点反差的，甜的。保研应该很艰难吧？很累。为了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每天都在飞吧，就是从厦门飞到各个城市去进行线下的面试。在这个过程中，在没收到 offer 之前，我整个人都是精神高度紧绷，然后比较
比较破防的，就很容易会被一些学业上的事情打击到。再加上那一段时间就一直在疯狂的背书嘛，掉头发掉的比较多，体重掉的也比较快。然后直到最后9月底收到 offer 的时候，整个身心健康有所好转，有所好转。考过研的学姐应该都有过同感吧？深有体会。当时就是很累啊，但是累就是抱着一定就是有决心，我觉得决心很重要，然后就天天给自己打鸡血，然后就加油加油，熬过了那段时间。那夏老师呢？因为我是保研，但是其实也是要有那个面试考试的。就我觉得人会美化自己痛苦的那个回忆，可能现在我就记不清，我只记得最后拿到 offer 的开心了，前面那些焦虑啊什么的，可能就自己淡化掉了，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忘掉那些东西。这个看着也很高的样子，好松弛啊，就这样。我又进来了。Hello， 坐吧。OK。哇，你好。你好。你也好高啊。我官方身高188，实际身高高1.5。怎么一上来就报身高了？你不知道吗？男的会把那个身高看在自己脑门上。是。我189。你看起来是今天最不紧张的。还好吧，比较放松。因为手里拿一杯奶茶就会让我很放松。对。你是什么个性 ？ENFP， 但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人格，因为它不是有一个标签叫快乐小狗吗？对，我稍微有一点点抗拒。为什么？我感觉我是一匹孤独的狼，不像是什么快乐小狗。这么幽默啊？还好。太幽默了。真的吗？真的。其他嘉宾的幽默程度没有我高。略逊于你。低调。你的奶茶有什么说法吗？我的奶茶吗？我每天必须得喝2杯。2杯。一天不喝就难受。你的奶茶有什么要求吗？7分糖，然后少冰，然后我不爱喝珍珠，我就喜欢那种纯奶茶。1分糖，喝这么甜啊？甜死了，太甜了。 No， 老喝家啊。对啊，我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来的。那你能锐评一下其他奶茶吗？锐评一下其他奶茶呀？就比如那种香芋奶茶。我最喜欢的就是香芋味的奶茶。你在给他挖坑找诗人。不太行，就是里头料加的越多，这个奶茶的这个等级肯定在我这就是越低的。对。因为有一个嘉宾，他写了香芋味的奶茶是他的最爱。我刚才说的意思是这个香芋奶茶吧，它也有它的好处。对，哎，怎么变了？是男嘉宾说的还是女嘉宾说的？如果是男嘉宾讲的，那他还是一个比较低等级的。开始甜吧。体重嘛，给到一个80吧。给他一个80。星座是我比较满意的地方。为什么？巨蟹不是暖男吗？你是暖男。当然了，我肯定是啊。巨蟹男，不好讲。哎。Sorry bro，sorry。就分人呀，就是成熟的巨蟹男很好，但是不成熟巨蟹男就要看人。夏老师真有水平。最能代表理想型的，如果不说明星的话，那就是爱笑的女生，我都很喜欢。哦。这个到时候有人会看吗？说不准呢。那我不信。为什么？保持神秘感啊。你自己爱笑吗？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我是一匹孤独的狼。好好笑。我会希望我自己展示出来的样子会更偏高冷啊，然后成熟一点。那你想立什么 flag 吗？立 flag 第一天3条留言，就是这个 flag。好。野心很大呀，小伙子。特别想看他被打脸。是的。我觉得他最多一条。我压张张。对，这么自信。非常自信啊！3条留言。哇塞，看你的。看我的。我将期待一下。欣赏你这份自信，确实有点东西。对呀。包里面最得意的铠甲勇士召唤器，想要看看。OK。这个东西，男生肯定会很喜欢，但他们肯定不会买这个嘛。什么？这什么？然后到时候我去玩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在旁边羡慕地看着我。然后有可能我会借他们玩一下，但肯定要看我到时候
的心情。对，有什么这个召唤时候的口令？有啊，那我现在假装你是那个异能兽啊，对，我碰到异能兽了。啊，这个呀，大制作，还要变身了。炎龙铠甲，合体。啊，好重啊，受不了了。没电，这个好像没装电池。他最好是在你家人面前也来这么一套。有怀疑过自己有可能是没有被选中的铠甲勇士吗？因为我看的时候很小，我其实一开始是真的当真的。我当时就是买了一个召唤器回来，然后自己站在家里变身，没变成。当时对我的整个人生观是一个打击，就我整个人生观就碎了，就当时就是觉得是我的问题吗？后来到那个下雨天啊，打雷的时候，我跑出去再变一次，我觉得好像在闪电啊打雷的时候我变就能变成一样，但是其实也没有。然后那会儿是对自己就2岁嘛，我就觉得怎么不是我，居然铠甲勇士不是我吗？我就那种无法理解的那种感觉。猪猪脸上露出了不解。他后面变身了吗？你猜猜看吧，期待一下吧。好，如果他变身了，你们觉得会？我觉得要看情况，就是他不能像有些男生就是那种就什么走2步投个篮那种，就是不能这样子，不能随地大小变身。但他就是在有一些比如说逗人开心的什么时候可以搞这么一下，确实。这个好优雅呀！哦，他和第1季楚楚的发型很像，这个发型，感觉像是那种校园白月光的感觉。Hello， 小杨老师，你的箱子看起来有点重啊，超重的。啊，都带了什么？我里面带了，先开一下吗？要不就直接开吧。那我从这儿开一下吧。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的嘛，所以我就准备了很多糖果呀，这种甜甜的小东西。这边我还带了一些那种养生的用品，因为我还挺喜欢养生的。然后里面就会有这种梳子可以按摩头皮、长头发。然后这种经络的话，就可以，比如说按摩腿上的经络呀什么的，也可以起到一个那种促进血液循环的，让你睡得更好、睡得更安稳的感觉。感觉你很有办法，很注重养生，我真的很怕掉头发呀。你的发量很有说服力，这是真实的例子，大家多多梳头发。这里还有一份签到表，我来写下。好瘦啊！你有172，但是只有44，不太消化不太好，我觉得吸收不太好，太瘦。哦，他是白羊座，要致命哦，致命哦，要致命哦。他喜欢优麦的，那上一个男孩挺优麦的。你也很优麦，真的吗？填好了吗？填好了。你最期待的旅行画面是在木屋里，眼睛映着黄色的光。你把它念完。我最期待发生在这场旅行里的画面是在木屋里，然后眼睛里映着暖黄色的火光，手里捧着热巧克力，听木头燃烧的声音，看窗外的飘雪，光是想象就好幸福吧。还有个括号。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老会在电影里面出现，而且我觉得能够和朋友们或者和那种相爱的人一起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一起聊天啊也好，或者就只是什么都不干就看着火堆发呆，这种我觉得是我很期待发生的一场场景。如果没实现怎么办？那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觉得这场旅行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很期待。好棒啊！为什么最遗憾的事情是没能照顾好龙猫？因为这个有点很伤感。因为我觉得，老杨，好，我去给你拿一点纸巾。谢谢。好，擦一擦。这个小龙猫它不是说正常意义的那种生老病死的死去，它是那种跑丢的吧，就是在宠物店寄养的时候，然后它跑出去了。然后当时因为哈尔滨冰天雪地，因为然后龙猫这种物种它其实没有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它跑出去其实就已经是说死掉了。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在我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给我打视频的时候，然后就当时很无助嘛，因为你除了伤心之外，你其实做不了什么，就很无力。我只能伤心，我没有办法去找他什么的。如果能够我再重新来一次，我应该不会养它，因为我觉得我以后也不会养任何宠物，在我能够对它的生命负责之前。但是我觉得它未必是被冻死街头，也可能是被某个好心的人捡到，过完温暖的一生了。有好一点吗？好多了，好多了。这样看的话，上一次流泪的原因是刚刚了，是刚刚了，是刚刚，感慨一下刚刚，刚刚，我感觉他是那种情感很细腻的那种人，就从他那个描述那个什么小木屋那些，然后还有他这个养龙猫这个，感觉他是那种情绪感知力比较强的那种人。所以我还蛮能共情他刚刚那段。我小时候也是养小兔子，但是没有照顾好，就是会比较，但你长大之后会记很久的，反正。Hello， 小兰姐 ，Hello， 你好，坐。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紧张？对，可能就刚来吧。小田地来的，说话甜甜的，像你一样，甜甜的小甜蜜。我可以吃个糖吗？可以啊。一般吃糖会让我更加放松一点。好的。这是你的小技巧吗？放松技巧。感觉就是像一种药，然后吃完后就会好一点。对。你要吃吗？好，来，谢谢。谢谢你。有一个女生和你是校友，哎，是吗？是的。我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的。好巧啊！那他会认识我吗？还是他不知道会不会认识你？就有点期待吧，就是可能说不定是之前有见过或者认识的人，也说不定。可以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异地恋是吧？对，多好啊！对。还发现了你的表格里面一件更巧的事情，你们对于最有冬天感觉的歌或者电影都有添粉丝啦。那可能就更巧了。磕了。那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可以透露吗？明天你要自己去找哦。好的。那你现在对他是最好奇的吗？那应该还是的吧，毕竟有那么多巧合。对。还有另一个女生也和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生活中最大爱好都是发呆。所以我就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在现在。你的成绩是不是还挺好的？大学里面就是这2年也有都拿到奖学金，我们书院的专业第1，然后年级前10%这样的样子吧。哇，听起来很厉害啊！为什么最想改变的事情是自己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人最容易改变的东西就是自己吧。就自己的，比如说身上的一些不自信或者比较懒惰的时候，这些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前面有一个同学跟你不一样，他是超级自信的类型。第一天3条留言。我每次听到他，我就好想笑。我也想笑。他叫什么留言哥？对，你开始了。然后他想改变自己吗？他不想，他一点也不想。对啊，非常自信啊。虽然我可能比较内敛，但其实我觉得，就如果在恋爱方面，我可能是比较主动的类型吧。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喜欢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明天你会对你见到的第一个女生说什么？我会说你好。对。你们对他们里面谁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作为盲选的情况下，可能是那个中原甜美吧。我也是那个中原甜美。然后7月，小太阳。那你们会觉得他们谁和谁之间就只是看报名表，或者是一种玄学的角度而言，他们会有一点发展线啊之类的？同一个大学的那个，同一个大学的吗？他们不会跟我共同话题。我不会，我觉得不会。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很顺，从不吵架。但是我觉得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说我们谈恋爱到底去找一个互补的，还是说相似的呢？我会选择互补。我会选择互补，我跟你一样。我之前是觉得要互补，我现在投相似，就这样的话是很顺，很顺。我之前觉得就是无所谓嘛，但我现在谈恋爱，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和我男朋友2个人相似度高达90%，就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冲突。就是如果互补的话，就必须比如说男方他要非常成熟、非常强大，然后能够足够包容对方跟他有差异的点，就怕男生不成熟。对，就是还要女生包容他。对啊。我感觉，但是互补的前提是2个人都很自爱的前提条件下，都很稳的情况下，对，就是爱别人，感觉就是自爱的丰盈的一个体现，就是你完全够爱自己，你丰盈出那部分，才能去支持你去爱别人。是的，好深啊！突然，都成长了，都成长了，都长大了，真的吗？什么？想要一种震惊的眼神看着我。有人不信？什么？这几年确实大家都。很厉害啊！你给到我们的代表物是猫猫啊，对，就是我家有养只小猫，然后他是个男生，就我一般都叫他弟弟。加分，养猫。哦，你的代表物的小猫，它叫一点点，它一边是1个点点，然后另一边是4个点点。因为其实我知道那个你的代表物是篮球，这也是你给到我们的。听说你是很爱健身的人，所以你的代表物是一个蓝色的哑铃。健身其实我也是为了让我的就是体态更好，然后更有肌肉力量。在这个来节目之前，是你提供给我们你的代表物是一个眼罩，你给到的代表物也是枕头。他们俩挺配的。爱睡觉的女孩，很治愈人，我感觉睡觉。其实我是一个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包括有一点点光，我也会醒。这个是你的代表物，为什么是一个尺子？我觉得它跟我也蛮像的。我是一个性格上比较直的人，直来直去的。我的代表物上面怎么会有珍珠啊？他崩溃了，因为有珍珠。你要把它涂掉吗？不用，我不喝不就完事儿了？明天就会开始我们研学旅行的正式第1天。开始要选择了，这很关键哦。然后明天晚上7点会在这里的山顶乐园举办一场奇幻的破冰派对。这个破冰派对正式开始之前，需要大家和先遇到的小伙伴们一起排练一个小小的节目。然后你们会分2组，第1排练厅和第2排练厅。你可以凭感觉、凭直觉选择你要加入的排练厅，把你的代表物贴在黑板上。这样吗？这样可能会决定你明天会和谁一起去排练节目。现在就贴吗？可以贴了。那我肯定选2，因为我的幸运数字是2。好难选啊。很重要呢。很重要的。对，可能会决定你第一次见到的人是谁。看天意了，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我想一想啊，因为我还家里有2只猫，我还挺喜欢养猫的，所以就是我选第2排练厅吧。就为了这只猫猫。我直接可以贴吗？对，直接可以贴。怎么还有点犹豫？因为这个眼罩跟我的枕头很搭，可以戴眼罩在枕头上睡觉。但是感觉第1排练厅还没有小伙伴贴，我想一想，我觉得可以贴第1个。那就这个吧。晚上再见这个眼罩小伙伴。你现在会最期待见到他吗？有好期待啊，感觉跟我很搭。贴这个吧，我感觉这个枕头也蛮好的，感觉挺佛系的。这么萌啊！你们都这么萌。我更喜欢小猫，而且我也很喜欢眼罩。我这次的必带眼罩和保温杯，对，都是这个眼罩同学的必带物。真的？真的。那我就更要选这个了。这个还蛮有意思，那我就贴到下面吧。OK。你觉得你明天会见到几个女生先？我觉得尺子应该是个男生吧，应该是那种数学很好啊，很有逻辑啊那种。然后猫咪我感觉应该是个女生吧，很贴心那种。
眼罩代表上课爱睡觉，应该是男生吧？男生，那你明天就要加入第2排练厅了。好的。你有什么想对他们几个说的话吗？少年，少年，该出发了，该你出发了。好，有点中2呢，怎么？哦，没有了，已经。正好我选择困难症就不用选了。第1排练厅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打篮球啊、举哑铃啊、什么睡觉啊什么？感觉很朴实的。只能贴1号了。嗯，好。好。2男2女，很平均。好期待呀！哎，你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之前，那个面临选择的时候，一般都什么心情啊？想死。因为我会很纠结，而且我很害怕，就在这种一定要你是2选1的时候。当然，在当时录制的时候还好，因为你会有一个比较倾向性。那录完回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还是？我就是不太会后悔了，无所谓了，正不正确都正确了。大女人的名言就是绝对不会后悔任何自己的选择，是吧？呀，一切都是最好的。然后最后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就是这次旅行的新同学的小名牌，男生的在左边，女生的在右边。你现在可以去选择一个异性的名牌，把它带走，然后明天亲手交给他。好像偶像剧啊，很浪漫，两个人第2天交换彼此的姓名。哎，有我名字呀，谁没把我选走？没有我，是因为我被选了还是怎么样？你猜猜呢？还是就是没有我呢？我想选一个名字听起来跟我的名字顺一点的。好有宿命感哦，这样子。我选这个第3个吧。真的好纠结呀，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选一个开心一点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不会选到彼此了吧？哦，他不会真选了。哎，我选这个吧。好，那我只能选。有一个女生和你是校友哎，你们对于最有冬天感觉的歌都有天 First Love， 那可能就更巧了。他们拿到了彼此哎，哇，那还挺有意思的。这么快就选好了？为什么会选择他？根据感觉走。感觉比较亲切一点。我觉得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有2对是互选的。最后，明天我们的那个舞会上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你会遇到这次旅行里的第1个舞伴，你可以把你想象里面他的全部特质写下来。好，我想想特质啊，比我高，不要太瘦，不要锅盖头。对锅盖头的意见是，看着会有点呆。身高到我的，我看一下 ，OK， 行行。身高到你的鼻子。那还蛮高的呢。没有，因为我鼻子比较长，所以就是这个浮动范围就很大。还蛮幽默的你。就是肢体可以稍微笨笨的，但是要比我的手大。为什么最好不会跳舞？因为我完全不会跳舞。因为你完全不会。这趟新的旅程，我其实更想迈出我的舒适圈，然后去尝试一些我平常不会接触的类型。就这一个。对，今天笑的最多的女生，我不是喜欢爱笑的吗？希望她会走到我面前，开口第一句话说：“你好，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我写一些简单点的吧。最后，把自己这一句作为旅行开始的话念出来。希望这次旅行一切顺利，大家都能开开心心。我记里永远漫长而冷漠的冬，这次好像会变得不一样。在足够期待的未来里，希望我能与你们常在，一起去爱，去体验，去感受，去生活。请勇敢分享新的冒险。少年，该出发了。我准备好了 ，Let's go。Go go go， 出发喽！3条流。真的吗？说自己的理想，好尴尬。出发喽！出发喽！精彩。
精彩。所以什么时候能看到正脸呢？正脸呀，第1集啊。哦，很会吊人胃口，很会吊人胃口啊！看起来很生气啊，看到没有？不让我看见脸。反正今年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做一个签到实验。就是以往对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外形。这一次也希望能从他们的签到表，然后他们的一些表达内容上面，对他们有一个新的了解。很新颖的模式，我喜欢。正式的故事呢，就会在下一集开始，然后我们期待一下吧。好，期待。冬夜漫漫。公然20岁冬季追踪日历来啦！3月24日起 ，SVIP 用户每周2、周3 12点看上下集 ，VIP 用户每周3、周4 12点看上下集，非会员用户4周周3、周4 12点可解锁。周3 12点，怦然学姐碎碎念，怦然学姐陪看上线。周4 12点，砰砰蹦蹦大课件解锁欢乐游戏局。周5 12点，加更冬日研学社更多精彩。周6 12点，青春4件套超全大揭秘。周日砰砰连连看一特辑，不定期惊喜掉落，记得来看喽！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安静到只剩下回答。在这个瞬间，我们不聊过去，更不考虑以后。雪花让大地变浅，有人在偷摸靠近，同时有人渐行渐远。有人责怪你沉默，但我读懂你的内敛。我看出你的爱意穿过了婆娑的泪眼。Now we don't gotta talk， 也能让关系渐近。没想好怎么解释，升温速度不线性。我们的关系不需要经过别人鉴定，就把故事嵌进在冬日的限定。Falling in your valley， 雪花像精灵那么好动，Falling in your valley， 故事开始总是被点小事撬动。